青梅成熟的季节到了，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。阿霞今天要前往奶奶家采摘梅子，翻过一座座大山，穿越那茂密的竹林，行走在云雾缭绕的山间，很快便来到了奶奶的梅子园。知道阿霞要来，奶奶早早的起来开始采摘，一边和奶奶打着招呼，一边摘下一颗品尝。那酸涩的滋味是童年的记忆。拿起一个小筐，开始爬到树上，翠绿的树叶，青绿的梅子一颗颗采摘下来，盛放在手中的小筐里。许久未曾体验过采摘的乐趣，双手根本停不下来，装满的小筐直接倒下，青绿的梅子一颗颗滑落。渐渐竹筐已经装满，玩够了的阿霞来向奶奶告别。突然她发现了什么，经过向奶奶询问，得知这是奶奶家的田地。阿霞挽起裤脚开始在田里寻找，原来是田螺。这里的田螺还是很肥硕，不停地捡起，直到装满袋子才肯背起竹筐赶往集市。经过3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售卖点。集市上还没有什么人，找到一个靠边的摊位，开始整理刚刚采摘的果实。随着摊子的摆开，迅速引来了一群小朋友的围观。那酸涩的味道让小朋友们口水直流，家长们纷纷开始购买。新鲜的田螺也是很受欢迎，刚刚倒出，立马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就要购买。小姐姐表示很喜欢，直接就要了一大袋。阿霞也很会做生意，临走还多送了小姐姐一把。没过多久，又来了一位大姐，又是来买田螺的。看来今天的田螺格外受欢迎，本来还想留下一点自己吃，结果很快就卖光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青梅也卖得差不多了，剩下一点，阿霞准备打包回去腌制酸梅。背起竹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经过小溪，鸭子们还在水中玩耍。回到家中的阿霞将梅子带到水池旁开始清洗，放入准备好的食盐，再揉搓几下，这样的梅子才更干净。洗净的梅子放到案板上，将它们一个个拍碎放入罐中，在里面撒满食盐，然后摇晃均匀。不一会的功夫就制作出2大罐。你学会了吗？再过上几天就可以吃到久违的酸梅了。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。女人不仅徒手建起100亩庄园，还利用溪水搞出小型水电站，直接从原始社会跨入电气时代。清晨，不知名的野果挂在枝头，勤劳的阿霞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在这深山里生活的久了，也开始怀念起现代生活的光明。今天她要在这片小溪建起一座小型水电站。看着这流淌的溪水，在哪里建造才会让电流源源不断？一片石头堆积的区域甚是符合，直接下手开始清理，然后沿着巨石堆积石头，好让这密集的石堆形成一道大坝。随着石块的垒起，流淌的溪水被拦截，再用泥土一点点填补缝隙，大坝终于建成，溪流的水位也随之抬高。这才刚完成水电站的第一步，下面阿霞又取来木材，她要给这大坝装上一个排水通道，只要水流通过，就会带动发电设备产生电流。随着一块块木板的固定，水流通道就做好了。再去林间砍来一根粗竹，她要用这粗竹来固定发电设备。准备好这一切，阿霞便开始安装发电设备的框架。框架被一点点建起，终于可以开始调试安装设备了。徒手扛起那巨大的通道，放到框架上开始调试。准备好的粗竹从下方穿入固定，待水流填满通道，阿霞查看了下没有问题，便取来发电机开始安装，将其直接插入粗竹。随着水流的打开，旁边的灯泡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再次查看所有设备运转正常，便开始拉起电线，准备将这光明带入竹屋之中。经过漫长的铺设过程，终于将电源引入家中。现在只需再安装一个插座，就可以实现用电自由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还给插座装上了一个电闸，然后固定到墙上。打开电源，屋内瞬间明亮起来。阿霞也从原始社会一步踏入到电气时代，这就是一个平凡女人的荒野田园生活。从没见过这样牛逼的女人，不仅可以在荒野孵化出鸡鸭，还能利用野猪繁殖出小猪。她随手种下的一片芋头，竟然也能长到2米多高。她就是阿霞，一个勤劳并勇敢追逐梦想的女人。清晨，阿霞早早出门，她要去山上给猪们采集食物。来到一片巨大的芋头林，这茂密的芋头林竟然是她随手种下，长出的叶子居然比人还高。那鲜嫩的叶子是猪们的最爱，那成熟的根茎还是道美食。用工具一点点收割着叶子，等收割到足够猪食后，阿霞又向山上走去，徒手割起一把把青草，这是给兔子和仓鼠准备的。很快就收割好了一大捆，扛起准备往家赶。山路很是陡峭，只能慢慢的一点点试探。回到家中，带着青草来到兔窝，打开兔子的小门，它们一个个钻了出来，将草一把把撒下，可爱的兔子们便开始吃了起来。再来到小仓鼠的家，丢下一把青草，这贼眉鼠眼的小东西还是那么胆小，看着阿霞离开后才敢悄悄的吃。阿霞也要开始为自己准备食物，将洁白的糯米倒入盆中，然后放入凉水浸泡。趁着浸泡的时间，先给猪们制作食物。采集的芋头叶切碎，再搭配上芭蕉树心，最后再来上一堆木薯，放入锅中蒸煮。经过半个小时，猪的食物已经好了，一桶桶倒下。黑猪们吃上了心爱的食物。今天的阿霞确实比平时忙碌。原来立夏节到了，她准备制作一桌美味犒劳下自己。取下那房顶的腊肉，
拿到水池旁清洗干净，然后拿到厨房，让腊肉们在锅中慢慢蒸煮。糯米已经泡好了，倒掉里面多余的水，再放上准备好的豆子，这是要给制作成八宝饭。既然是节日，当然少不了鸡了。腌制好的走地鸡直接放到灶口开烤。经过许久的忙碌，天也已经黑了，饭也已经好了，香喷喷的是八宝饭，鸡是自家的柴鸡，还有腊肉炒竹笋，再配上腌制的梅子，简单而又不失节日的气氛。这就是阿霞的夏至节。你羡慕这诗画中的山野生活吗？依山傍水有点甜，种瓜种豆种悠闲。在你还在城市努力拼搏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却已经实现了梦想的田园生活。清晨，阿霞早早起来，背着心爱的竹篓出门。今天天气格外凉爽，阿霞决定去山下的田地采摘香瓜带到集市上。集市对女人总是有着莫名的吸引力。来到田间，长高的玉米已经结出棒子，香瓜们一个个隐藏在叶子当中。用剪刀将香瓜一个个摘下，然后放入筐中。行走在瓜田之间，感受着丰收的乐趣。山间烟雾朦胧，不停的忙碌，不一会就装满了小筐。顺着田垄查找着是否有成熟的香瓜被遗漏。脚下的花生生长旺盛，经过确认没有遗漏后，阿霞便背着竹筐准备赶往集市。香瓜的花朵还在静静绽放，不知名的野果挂满枝头，辛勤的蜜蜂不停飞舞。沿着山间的小路前行，来到一处烧烤摊位前，决定今天就在这里出摊，因为不远就是公交站台，生意肯定不错。刚刚停下就吸引来了一位大姐，大姐侃侃而谈，表示很喜欢，直接要了一袋。阿霞招呼完大姐，便开始整理摊位。旁边的大姐带着孩子走过来一起挑拣，儿子很是开心。路人也不时停下选购，随手就是一袋。又来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姐，还没忙完，后面又来一位。阿霞不停地招呼着，人来人往，生意络绎不绝。随着最后一袋被带走，阿霞开始收拾摊位，踏上回家的路。两朵野花静静矗立在山间，树叶经过雨水的冲刷，翠绿鲜艳。刚回到家中，又开始忙碌起来。菜园中的黄瓜已经开始串蔓，给它们搭起一个个支架，好让黄瓜们沿着支架自由生长。再给支架们固定上横条，防止垮塌。忙完这一切，阿霞来到兔子窝照看心爱的兔子，一把把青草撒下，小兔子们一边嬉闹一边吃着，静静地陪在它们身边。这就是阿霞忙碌中带着悠闲的一天。从没见过这样牛逼的女人，不仅开辟出令人羡慕的田园农庄，还徒手打造出1.8米的实木大床。这成色8级木工看了也表示佩服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刚刚睡醒的阿霞计划改善下自己的居住条件。院中的花草早已盛开，空中的吊篮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取出一捆木材，决定先从床开始改造，将木材放到灶台旁，又去取来一些木板，拿起刨子开始推削。只有光滑的表面才更方便桐油粉刷。待木材处理完成，又开始处理木板。渐渐的，所有木材都已经处理平整，现在可以开始组装了。深得传统技艺精髓的阿霞，用尺子量好，做上记号，然后开始凿出毛孔，再切割出榫头。在这野外，榫卯结构才是最稳妥的方案。经过不停的互相穿插固定，一个简单的床架呈现眼前。在床头固定几块木板，加固床帮安装上横梁。现在便要铺设床板。随着一块块床板铺下，大床有了初始的模样。现在只需要打磨下便可粉刷漆料。阿霞认真地打磨着每一个角落。野外的天空格外湛蓝，池塘的喷泉不停地喷着水。终于打磨好了，清理干净上面的木屑，取出准备好的桐油，开始一点点粉刷。发白的木料经过桐油的滋润，颜色渐渐地变成金黄。经过许久的忙碌，一张原汁原味的实木大床就制作好了，只等桐油慢慢风干，便可睡上这平整的大床。从未见过这样牛逼的女人，徒手打造出一片田园山庄，不仅养殖了鸡鸭和野猪，还有兔子和仓鼠陪伴。随手收养的猫咪今天也产下猫宝宝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阿霞早早就起来打扫卫生，因为家中小动物太多，显得有些杂乱。一边打扫，一边给兔子们喂上心爱的食物。兔子们静静地吃着。池塘边的花植生长旺盛，鸡仔在院中散步。可爱的喵咪蹲在地上看着阿霞忙碌，时不时地喵上一声，好像在呼唤着主人。打扫完院子，提着一桶食物来给鸡鸭们喂食。在阿霞的照顾下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活力四射，顿顿吃的都是精米。小鸭子们也都已渐渐长大，身上的绒毛开始褪去，长出来了一对小翅膀。鸡鸭们互相争抢着，小鸽子也来凑热闹，时不时的抱起一只查看，确定家禽都很健康。回到竹屋，查看猫妈妈的情况，昨晚已经产下了小宝宝，一只只惬意地趴在妈妈身旁，感受着来自妈妈的爱。阿霞决定为猫妈妈制作一顿营养丰富的爱心餐，好好给它补一补，好让它尽快恢复。将准备好的小鱼儿放在炉火上烘烤，猫妈妈宠爱地照顾着宝宝们。其他猫咪也闻到了腥味，很是眼馋，不停地围着阿霞转圈圈。取出烤好的小鱼，为了让猫妈妈更好地吸收营养，将鱼儿一点点搅拌成肉泥。其他猫咪馋的口水都流到了地上，体贴的阿霞只好分成2份，给猫妈妈来了一大份，一边轻抚着，
一边照顾着它吃食。池塘里的锦鲤都已经长大，刚放进去的时候它们还是小鱼苗，经过这1年的生长，现在应该已经有1斤多了吧。站在亭子里，一把把撒下食物，鱼儿一边游动，一边吞噬着水面的食物。碧绿的水面下闪动着一条条金色的身影，喷泉哗哗地喷射着水花，旁边的花草盛开得格外鲜艳。阿霞取出喷雾，开始给花们浇水，在水的滋润下，叶子被渐渐打湿，黄色的是芙蓉，红色的是指甲桃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可爱小花。如果你认识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名字。这就是阿霞的荒野生活。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？阿霞今天制作了一张巨大的怪床，上面能够躺10个8个人同时打滚，还把它放在院子中央，好生奇怪。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。清晨的花含苞待放，阿霞刚刚睡醒，微风从花丛上拂过，拿着尺子在院中似乎谋划着什么。只见她在地面挖出好多小洞，然后又提起锯子出门。黄色的小花不停摇曳，一串串盛开的兰花挂满了枝头，从外面取回好多木料，然后一根根放入坑洞之中，又在上面摆放上2根横木，形成一对框架。这莫非就是在建造那奇怪的大床？美人蕉的花朵在阳光的照耀下鲜艳无比。勤劳的阿霞又从山间取回1捆竹子，这应该也是建造大床用的吧。只见她将竹子平铺到框架之上，然后一根根固定好，又开始徒手编织竹席。这么大的凉席肯定不是睡觉用的，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？随着阿霞双手不停地编织，一张巨大的凉席就编好了，将其铺上大床，再用竹板固定，又背着竹筐走出家门，来到了优美的山间，不停地寻找着什么。只见他放下筐子，徒手拔起一棵植物，原来是来采集木薯。木薯渐渐堆积成小山，夏天的山间有点闷热，一边用帽子扇风降温，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，然后将木薯一根根削皮后放入筐中。不一会，小筐就装满了，背起着沉甸甸的收获，赶往山下的家中。莫非那巨大的床是用来晒木薯的？直接将木薯倒在床上，又取出一个奇怪的机器固定，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只见他拿起一根木薯便开始转动机器，瞬间就变成了薯条。不一会就处理完所有的木薯，用手均匀地洒落在大床上面，只有干燥的薯条才方便储存。不得不说，阿霞想得真周到。这是荒野最牛叉的女人没有之一，她2天不吃饭也能建起一座山间联排别墅，徒手制作家具更是不在话下。她放弃城市里的高薪工作，独自来到荒野，寻找那梦想中的田园生活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阿霞早早起来，院中的花草争香夺艳，山上树木郁郁葱葱。阿霞闲来无事，总喜欢在山里溜达，呼吸着山间的清新空气，感受着野外的丝丝凉爽。这大山里物产丰富，总是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。沿着那陡峭的山路，翻过一座座山头，来到一片空旷的山地。阿霞好像发现了什么，一棵树上不知名的野果挂满枝头，想摘取它们对阿霞来说轻而易举。只见她手脚并用，不一会就攀爬到了树上，徒手开始采摘起来。树枝不停地摇晃，但这对阿霞丝毫没有影响，不停地采下一颗颗果子放入筐中。也许这就是野外的乐趣吧，一个不经意的发现就会让人乐此不疲。原来这果子就是野生梨，这可是好东西，纯天然绿色，野生无公害，寻常人哪里吃得到？渐渐的，这棵树上被摘完了，从树上缓慢地爬下来，一不小心跌坐在了地上，缓缓爬起，继续寻找下一棵树。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又寻找到了一颗野生梨。这山里的景色太美了，美得让人觉得就像画布一般，不太真实。阿霞继续采摘着，直到将小筐装满，在地上整理下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穿过茂密的树林，走过流淌的泉水，湛蓝的天空背着李子走过，山中的泉水哗哗流淌，捧起一饮而尽。这山泉就是甘甜解渴。沿着陡峭的山路继续前行，